好，欢迎两位哈。恋爱谈了多久了2年。一个深圳，一个武汉，你们在哪里生活？我在深圳，他在武汉。异地多久？1个多月吧。当时是怎么认识的？一个武汉，一个深圳，是在哪个城市认识的？在深圳。在深圳，是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生日的 KTV 上认识的。哦，女生好像在小片里面说，这个男生只是嘴头上说说你，并不是真的帮助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这次的分开这1个多月，算是分手呢，还是分开？他说是分手吧，其实我觉得是分开吧。哦，这个事情不至于分手啊。分开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？或者是分手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？是这么回事，主持人，我们之前在一起2年嘛，然后我当时学的是西点专业的，我父母就不同意我做这个西点店，他就让我过来到深圳来，他帮助我开，跟我一起开，然后我跟我父母找借口说过去玩，然后我就到深圳了，然后我们店也开起来了，30多个平方吧。但是后来经营了4个月，这个店人流量不大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想把这个店给转让出去，重新再找一个人流量比较丰富的那种地方，然后再去开一个比较好的店，我就同意了转出去。后来这个店转出去之后，这个事情不了了之。然后我后来问他的态度，他就一直告诉我，我不适合做这个。他确实是不适合经商嘛。第一家店到底为什么盘呢？大概也是位置不好。谁挑的呢？我们一起挑的，因为启动资金有限，然后但是它的材料啊、进价什么都做得很高端，所以买的人也不多。哦，就为这事分手？你们俩又不是合伙人，你们俩不是谈恋爱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生意肯定是有淡季的，我肯定是想店已经开起来了，我想让他说不定后面有一段时间就好转了，是吧？然后他就非常坚定的说要把这个店转出去，而且就答应说后来再重新开一个店。然后是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是有一次我是看到别人那个西点店的宣传册做的挺好看的，我就当时跟他说我有这方面的想法嘛，然后他当时可能就喝了一点酒，他就直接把我的册子给我撕了扔了，然后我就当时就闹掰了，吵了一架就走了。这2年的感情就为这点事儿啊？你那店开了多久啊？4个多月吧。小2年的感情就这4个多月就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当时我是觉得肯定是我做不对嘛，我觉得我想这事情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他。你们俩感情好吗？开始挺好的，就因为这个店之后就矛盾越来越大了，他就一直拖着不愿意去重新再做一个店，而且整天在我4个月，之后有多久没开店呢？有2、3个月了，差不多。哦，有2、3个月，那还好啊，慢慢筹备再来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关键他的态度是不对的，他在我耳朵旁边说了不下100遍了，说你不适合做这个，他就打心眼里面他不想给你开这个店。那你就自己开咯。但是之前的话，他还有一件事情做的我觉得挺自私的，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一起开的嘛，后来第一笔转出去的时候那个店，他就把自己的资金全部都给毁掉了。我是当时跟朋友拿了一些钱，然后我就把剩下转回来的钱我就还给朋友了，其实手里面没剩下多少钱了，但是他很自私，就直接把自己的钱都给回本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像合伙人，不像谈恋爱啊？我们是恋爱，但是他合伙做生意嘛，然后说我来支持他，我来支持他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这一块，所以就觉得不想支持他，想让他找一个稳定的点工作。他干这个东西，你们俩当时相爱的基础是他给你开，他答应给你开一个蛋糕店而相爱的是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相爱呢？是当时我们确定了关系嘛，然后来想他直接就过来深圳这边要一起嘛。等于过去你在哪儿生活呢？我在深圳啊，让他来深圳嘛。不对啊，过去你在深圳，你在武汉是吗？对啊。然后你们俩异地恋谈的是吗？10年的时候我们认识的，15年我们才在一起。对，在一起是在深圳还是在武汉啊？在深圳。从15年到现在不也2年了吗？对。那个店是哪年开的呀？今年。然后你就一直在深圳对吗？对，就是当时其实是我父母是不让我到深圳这边来，当时我也是找了个借口才到深圳来，是因为你去深圳几年呀，姑娘？2年了。当时你去深圳，你父母是不同意你去的，是吧？然后你就是为了他去的，我理解的对吗？然后你们这个店其实才开了，这么算下来才开了，到现在倒推的话8个月左右嘛，对吧？那些时间你之前就是在别的店里面实习这样嘛。哦，你在深圳等于是在别的店里实习，
然后你们两个共同用了1年多的时间把这个店给筹备开起来了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这店倒了，你们俩感情要崩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不是要他说什么开店啊什么的那些，我其实就是希望他在我旁边给我一点鼓励，一些跟我的心走在一起的说的那些话，而不是每天在我旁边说你不适合做这个，你不要干这个。好，除了工作之外，他对你好吗？之前挺好的。什么时候不好了？就之后吵架转让之后就一直。也就是说店黄了，你们俩感情我听着好像就基本黄了，是吧？因为他老是在我旁边说一些我不中听的话，很反对你的话，就一天一天的就感觉。那你再去其他店做个西点师挣钱呗，挣了钱自己开呗。我有想过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想回湖北了呀。为啥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在湖北那边做，因为他才到这边来，所以就感觉好像是之前的事情都是一个骗局。哦，所以女生觉得我被骗了是吗？对。是因为你答应我们要一起开店，所以我才来的，对吧？店开起来了，你又以种种理由把这个店关了。你说要换一个地儿给我开店，但是现在迟迟不见动静，是这么个逻辑吗？对。但是你要想想，要开第2家店，对于他来说是理想化的东西，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必须要建在有经济基础上面来做，而且考虑现实的那些地段啊，什么东西。开一家店需要多少钱？30多万。你没有？目前拿不出那么多。现在你回武汉了？对。那2位今天是谁要来的呢？我。来干嘛呢？就让他回来吧。回去干嘛呢？是给他开店呢，还是说回来我们踏踏实实的相爱过日子？就相爱过日子。女生怎么想的呀？就觉得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了，就是现在他让我转出去，我也转了，然后之后的态度又这样。你在意的是说你让我转店，说咱们再开一家地段好的。对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兑现，对吗？对。你考虑过他现在没钱吗？我考虑过，但是只要你是支持我的一种态度吧。但是他恰恰是相反的，就是每天都是泼冷水。所以你觉得你们俩已经在理想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，是吧？你要离开他，是吧？好吧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2个人的故事听下来，我就感觉像2个搭伙在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，然后生意没做成，然后2个人掰了。我们如果说到爱情的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，你可能爱你的理想多过于爱他。现在让人听起来好像你跟他在一起，完全就是因为你能帮我实现我的理想，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不能帮我实现我的理想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我就要离开你。那他到底是一个伴侣呢，还是一个你的梦想支持者呢？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不是应该是由你自己来承担？自己的梦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。如果我暂时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，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话，那我就要想一个变通的方法，对吧？曲线救国，我先怎么办，然后再去实现梦想。你不能逼着别人，逼着以爱为名义，你爱我，你就得支持我的梦想。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是他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在打压你，我理解你这种的心情。你觉得我爱的人每天在说我不行，不给我自信心，这个我受不了，这个我理解。可是你不能以爱的名义绑架他来帮你实现梦想啊。其实我不是说很急着要开这个店，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积累嘛。我只是觉得他的态度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去做？你想过分析过这个里面的理由吗？你不能一竿子打成一船的人，就是觉得所有阻碍你道路的人说的话都是错的。你要想想为什么。他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挺理智的，而你只是满腔的热情和可能有一身的手艺，但是不代表你是一个成功的生意者。如果你冷静下来想想，他是不是为你好呢？他可能是不支持你的态度，让你觉得不舒服，可是他不支持你的初衷，是不是为了你好？你想明白这一点。但是再翻回头来说，我还是觉得你对他可能真的没有多少爱的成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于东。通盘考量，我其实有一个疑点。第一个店面，男孩发现经营不善，濒临倒闭之前，把他第一时间去兑出去了。
换回来的这些钱呢，跟你们最开始投入的钱肯定是少了很多。但是男孩做了一个举动，让女孩很不爽。男孩先把他的本金完完整整的收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，男孩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当时我是这么想的，先把那个本先收回来，然后就保持着，然后找另外一个店。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他在这个事情上只纠结是怎么来做好另外一种店，而不是怎么来经营。你的想法是留得青山在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本金全部收回来了，把所有赔的这个重担交给女孩？他把钱也还给别人了，他自己剩了1万。那男孩，我对于你这种让自己回本一点不损失，但是让自己的漂亮女朋友亏了这么多钱的这个动机，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个可能我自私吧，可能，但是我是想自己先保险吧。自己先保险，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？当时我是支持他嘛。用嘴支持，是不是？整个那个前后，是不是女朋友对你的认知改观一下子有180度的变化？因为你先釜底抽薪嘛。第二个，你们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？就是你们把本来不够很牢靠的感情基础掺杂进了创业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本来就经不起推敲跟考验，突然又雪上加霜，又碰到了这么一个很谨慎、很精打细算的一个男朋友，所以女朋友所有的表现不爽，我个人感觉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话再说回来，我们希望在爱情世界里面，或者在合伙人的事业生意里面，我们希望得到对方去认同、去尊重，但是千万不要求认同、讨尊重。尊重和认同不是求来的，是自己争取来的。再往后发展的所有的你们的经历的矛盾点，男孩不信任你，他质疑你的经营能力有问题，这个时候女孩一味的偏信于男孩给你的第2家店的承诺。那我特别想问你第2个问题了，就是先不管他的承诺是真是假，你在即将开第2个店之前，那你有信心第2家店一定会赚钱吗？有啊。凭什么这么说？如果我是一个投资人的话，你凭什么让我给你投钱？凭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之前的那些店啊什么的，我都其实心里面确实是有想法的，只不过我没有跟他讲，因为他老是泼我冷水，我就不想跟他去讨论这些东西。你现在有想法吗？没有吧？第2家店还是没有信心一定能赚钱，对不对？还好吧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你们2个人的感情基础本就不牢固，我觉得你要先有能力拿出时间，很冷静的，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武汉，好好的自修一下，好好的自我提升，这是当务之急。至于这个男孩是不是合适你，我相信答案已经很清楚了，你自己也有感受，只相信内心的感受就可以，好吗？加油啊！这个时候还老说面包店的那些股份的事儿，其实是丢了斯文，漏了脾性。这谈起来，人与人之间挺苍白。在最开始那家面包店，它承载了女生的个人精神梦想。我倒未必觉得你开这家面包店主要是为了盈利，就像很多女性说想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一样，这更多的是自己的所谓的一种情怀。但对于男生来说，他投资这家面包店在最开始并不是情感投资，而是想人财兼收。后来当面包店亏损的时候，现在不能人财尽失啊，那是失去人呢还是失去财呢？得做出一个选择。他选择了失去人，而要了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如果不是后期你为了保全自己，我就不会揣测到在最开始你开这家面包店的时候，并不是为了成就他的梦想而去开，你不过是想两者兼收罢了。你的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地道的原因就在于，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说，你做得不够地道，股东要责权共担，你没有，你把自己抽出来了。第二个不地道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你也说不过去。如果说他的钱更多的是借来的，你那5万块钱，你哪怕是让他先去还债，减轻他内心的那种失败的那种颓丧感，这都是一个男朋友应该做的，但你没有做。所以于生意于情感你都说不过去。
一般都说散买卖不散交情，你今天是买卖也散了，你交情也散了，因为通过这一件事情看清楚你的人。我大概是了解你的想法的，在真正亏损了之后，想要回那5万块钱不太好意思，是吧？那我只有说我还会支持你继续开，等我把钱要回来再说。那些以前想跟你重新开一家店的想法，不过是缓兵之计罢。其实有些事情你明白的说就可以，你哪怕是直白的跟他说，你就不适合做生意。在我们共同投资的过程当中，生意是生意，情感是情感。大家亏多少，你一半我一半，或者说你投的多，你亏的多，我投的少，我亏的少，这都可以。关键是既别想要当君子，然后又要做那个敛财人，不可能两头都占着。其实这个女生她不够精明，她如果要是精明的话，她可能不会去广州靠你来开这家面包店。她如果有正确的对自己的评估的话，知道自己不善于做生意，她也不会去到深圳。而如果你愿意做到一个作为男朋友的责任的话，第一要做到责任共担，其次就像主持人所说的，你可以帮助他去找一个运营的人，或者说去找一些经营的方式，但是你没有做，你所有的目的就是我不可能人也丢掉，财也丢掉。在这个角度上，你体现了你极端的自私。所以姑娘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第一，像莎娜所说的，梦想要靠自己。梦想靠自己的女人，男人更喜欢。第二，对自己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。主持人所说的没错，你如果是个好的西点师，你只是从西点当中制作美味的过程当中来体会自己的快乐，那你就去做西点师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自己开，好吗？别的不多说了，如果想要做一个创业者，就要能够承受失败的痛苦，而不要怨天尤人。其实今天黄金60秒的时候，你应该感谢他最初相信了你，投了5万块钱进来。你应该感谢他，他作为一个投资人。至于之后的那些问题，也不用去怪他。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很多事情你都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是件好事，就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感谢，你应该感谢这个男生支持了你的理想，跟你投了钱。男生你应该感谢这个女生，你要感谢，恰恰是因为他这种追梦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那种想法的东西，给你上了一课，就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大气，对金钱的理解会更不一样，也许还帮你成就更大的事儿呢。所以彼此感谢吧，买卖散了，有点人情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对，就要我爱你的话，当然是我应该跟你分担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你的痛苦，包括你的负担。其实当然是我做的不对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会继续开第2家店，为了你梦想，还有为了我们感情，在我们感情和经济上，我们完全是可以分开的。我希望你能回来。好，请亮灯啊！谢谢2位的分享，来，请回，谢谢啊！来，请关门，看看他们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说爱我，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，爱太难了解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，有请。来，小伙子，谢谢。哦，来这边下去，哎，好，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在爱里
好了。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请亮灯啊！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！最后要跟男生说一句话啊，真心对他，不要耍心眼就行了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吧！谢谢你们，请回。谢谢老师。在爱